泽峰，你要当爸爸啦！你妈都告诉你了，乖女儿，快过来让爸抱抱啊！滚啊！没跟你开玩笑，自己看。你来真的？道德模范系统激活成功，任务帮助面前陌生的孕妇，奖励每头天抽奖1次。我去，这陌生的孕妇什么鬼？柳如萍是自己的女友啊，肚子里的孩子不就是我的孩子吗？难道孩子不是我的？发什么呆呢？至于这么惊讶吗？看来你也不打算要这个孩子，那就留掉吧。别，我就是有点懵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当爸爸了。我马上请假，陪你去医院做个 B 超，验病棒这玩意儿未必准，这么大的事儿不能马虎了。这还差不多，我去换身衣服，你等我会儿。系统大转盘抽奖中，剩余抽奖次数0，恭喜宿主抽中红包88万元，不多不少，正好88万，不愧是筒子爹，牛逼！这有挂的人生就是不一样，这哪是陌生的孕妇 ？No， 这他妈是财神爷啊！泽峰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生啊，当然是把孩子生下来。这就完了？难道你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？怎么会呢？都怪我被喜悦冲昏了头脑，这指定得结婚呀。不过结婚不是我们2个人的事儿，是2个家庭的事儿，你也得和父母商量商量彩礼、3金9息之类的事情。这样吧，我只请了半天假，一会儿我去上班，你回家歇着，然后给父母打电话商议一下。这还差不多。宝宝，你打个专车回去，我跟客户约的1点半就不送你了。快去吧，别让客户等你。晚上见。先生，有什么问题咨询？顾律师，我朋友的女朋友怀孕了，但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，那么她怀孕期间的花销能不能追回？你女朋友怀孕几个月了？是我朋友。好，你朋友的女朋友怀孕几个月了？快生了。那是怎么发现孩子不是你朋友的？就是他女朋友的行为有些异常，然后我朋友偷偷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孩子不是他的。整个孕期的花销很大吗？不算少，10几万有了吧。你们，他们领证了吗？没有。男方或女方有家庭吗？没有，都是单身。本来是打算生完孩子再结婚。根据你所说的情况，不涉及到婚内财产分割问题。至于孕期内的花费是可以起诉追回的，因为这是以结婚和抚育孩子为目的的花销，不仅可以全额追回，由于女方的欺骗行为，你还可以申请一笔精神损失费。当然，这种精神损失费法院未必会判多少，基本就是意思一下，象征意义更大一点。那这期间如果支付了彩礼，是不是也可以追回？当然，女方是重大过错方，彩礼可以全额追回。你朋友给了多少彩礼啊？18万。暂时不办婚礼，不领证应该问题不大，可彩礼大概率是避免不了，所以我得咨询明白了。转账还是现金？如果是转账的话，金额比较好确认；如果给的现金，一旦对方否认，就需要证人以及你的取款记录了。是转账，谢谢顾律师。咨询费多少？200。后续需要法律服务的话，可以找我。好嘞，顾律师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联系方便一点。好啊。如此一来，我也是彻底放心了，在孕期里该花钱就花钱，反正最后可以通过法律方式追回。不过绝对不可能花太多。这个金额要在柳如萍的家庭偿还能力范围之内，不然的话，即便胜诉了，也很难把钱要回来。我怀孕了啊！李泽峰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他陪我去医院做的检查。哦，那不是好事吗？可是我不确定这个孩子是谁。你是说孩子有可能是何志超的？我不能确定，但根据日子来算，有可能是何志超的。你说我现在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？李泽峰是什么态度？他挺高兴的，得知我怀孕之后，直接给我转了1万块，还说让我跟家里商量结婚的事。就是。这孩子万一不是他的，可怎么办呀？那周李泽峰出差了3天，我和前男友何志超开了2次房。等李泽峰回来之后，小别胜新婚的2人又来了好几次，所以我真的没办法确定孩子是谁的。之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你也知道我是为了聊情商才跟他在一起的，但他的经济情况太一般了，也就长得还行，连房子都还没买呢。我觉得你可以趁这个机会探一探他们家的底线，看看他们家的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，你再做决定。是得看一看他们家的经济情况。对呀，反正孩子才1个多月嘛，不着急做决定。晴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呢？一旦先怀孕，彩礼都不好谈了，傻不傻都不知道做错事的吗？你要是大着肚子跟人家谈彩礼，主动权可就在对方手里了，人家会觉得反正都怀孕了，你又不能去流掉，那还不是任人拿捏？妈，先不说这些，如果结婚的话，应该要多少彩礼？3金还是5金？改口费多少？彩礼38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能要5金的话，那当然是5金。至于改口费，怎么着也不能少于6万6吧。婚礼宴席的档次也不能低了，否则我们娘家一点面子都没。对了，还有房子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还没买房子呢？如果能全款最好，贷款的话让他父母帮你们还贷，这样
宝宝，你怎么能干活呢？快把抹布放下。怀孕前3月，胎儿还没稳定，是最关键的时期，你千万别乱动。以后家里的活都交给我。哪有那么金贵？我身体好着呢。听我的就完了。如果后面我工作忙的话，就给你请个保姆，24小时照顾你。请保姆？可是请保姆很贵的吧？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无价的，该花的钱咱们就得花。泽峰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你和家里商量过结婚的事情了？跟我妈聊过了，她说彩礼要38万，外加5金，还有6万6的改口费。这世界上哪有比这更牛逼的工作了？得珍惜啊，合理。看来我看走眼了，还以为他父母就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呢。泽峰，你的意思是这条件能答应？差不多吧，挺合理的。不过我还是得跟我父母商量一下，而这种事在电话里也不好说。这周末吧，我回老家一趟。是得当面聊。不过柳如萍这种情况，我当然是不能碰她了，这得为了任务着想啊。该说不说，柳如萍这女人有一股子媚劲儿，搞得我火气很大。系统大转盘抽奖中，剩余抽奖次数0。昨天抽中了88万现金，今天又抽中了一辆豪车。什么？38万彩礼，6万6改口费，外加5金都答应了？他说这周末回老家跟父母商量商量。不过我看他那个态度应该是没问题。听到这些条件的时候很淡定，真没看出来李泽峰这么有实力。不过他说和家里商量商量，那就是还不确定，也不能盲目乐观。他还说要请一个保姆，24小时照顾我。你知道这种住家保姆现在是什么行情吗？还要请保姆？他有那么多钱吗？现在的住家保姆少说也得7、8千吧，过万也很正常。看到闺蜜脸上的震惊表情，我心中暗爽。闺蜜嘛，总是喜欢在暗中较劲的。之前徐曼丽一直说自己找的男朋友没本事，现在打脸了。我去，啥家庭啊，竟然还请上保姆了！我都还没体验过家里有个保姆的日子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。叮，发现新任务，投喂饥饿的大学生5次，奖励抽奖次数+1。投喂饥饿的大学生，这任务啥意思？懂了。挂爹是魔鬼吧？这种任务也想得出来。吃吧，不够还有。不是饿了吗？难道不喜欢吃馒头？没有。你不是饿了2天吗？一个就饱了。我饭量小，饱了。既然吃饱了，那就早点回家吧。叮，检测到宿主成功投喂1次，还有4次。没吃饱吗？怎么不早说？快吃吧，吃完早点回家。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太危险了。你饭量是真大，刚才那5个馒头这么快就吃没了，一个就饱了。记得早点回家啊！你怎么还不回家？又饿了？早知道你这么能吃，我应该一口气买50个的。你跑得这么快，这不是挺有劲儿吗？看来也不饿呀。叮，检测到宿主成功投喂3次。我靠，系统爸爸居然有新功能了！我竟然能实时观测柳如萍的位置，不错不错。好家伙，柳如萍现在咖啡都喝上了。我拐了那么多弯，那个傻子应该找不到我了吧？我靠！都说了让你早点回家，不听话哦。滚啊，神经病！嚯，还有电瓶车呢。还剩最后1次了。大爷，你把钱收好，我这有馒头。是啊，给吃的更实惠一点儿。可不是嘛，快吃吧。这孩子真是饿坏了，吃个馒头都哭成这样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。系统大转盘抽奖中，剩余抽奖次数0。恭喜宿主抽中房子1套，爽！神经病吧，盯着我干嘛？我就混口饭吃，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真是太欺负人了。小伙子，那姑娘怎么了？可能精神不太好吧，也可能是饿时间长出现了幻觉。真可怜。小伙子，你要不要的话，我拿回去喂狗了。大爷，你拿回去吧。有你的快递，一会儿到出租房楼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那套房产的手续。果然是千万级的豪宅。正如网上所说的那样，很多时候贵的东西就只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贵。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房啊！以前我做梦都想有一套这样大平层，现在竟然实现了，还得是挂爹啊！这有系统的人生就是爽。泽峰，下班了吗？刚下班。
我在你们单位附近的万达广场和曼琳看电影来着，你顺便接我们一下吧。 OK。之前一直嫌弃我的车太破，可他从来不会思考，坐在什么样的车里取决于他自身的价值有多高。不是说到了吗？路边也没有大众啊。如萍，你说李泽峰就开个破速腾，他们家真不像有钱的样子。看见那辆尊界 S800没有？能开起那车的才是真正的有钱人。哇，这车子也太好看了吧！要是能坐一次就好了。那有什么难的？说不定哪天就有机会了。那车很贵吗？低配都要70-80万，最高配落地要110万左右呢，妥妥的100万级豪车。而且能花这个钱去买一辆电动车的人，家底绝对不可估量。竟然这么贵，怪不得看着和其他电车不太一样。李泽峰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到了吗？人呢？再站一会儿我都要晒黑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宝宝，这儿呢。泽峰，李哥，你这是发财了呀？都开上尊界 S800了。谈不上发财，我父母听说如萍怀孕了，就给我换了辆车。泽峰，这车真是你买的呀？对啊，今天刚提的，想着给你一个惊喜。这可真的太惊喜了。不过这车很贵吧？具体多钱我也忘了，储物盒里有发票，你自己看一下。发票在大本里夹着呢。101.8万！老公，叔叔阿姨对我也太好了吧！曼丽，你猜的可真准，简直神了！李哥，叔叔阿姨既然准备了车，是不是把房子也准备好了？还真让你猜着了，要不一起去看看？好呀，好呀。虽然我没有如萍这么好的福气，但可以过过眼瘾啊。老公，叔叔阿姨把房子买在哪儿了？就在这附近，步行到万大广场也就10分钟左右。不会是星河城吧？你猜的可真准，就是星河城。哇，李哥，你也太豪了吧！星河城的房子可是1000万起步的。老公，这套房子真的是叔叔阿姨买给我们的吗？当然了，有房产证。老公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搬过来？等等吧，这房子装修完没多久，你现在不适合在这里居住。这样啊，老公，那我拍拍照总可以吧？当然了，这房子以后也是你的，你看哪里不顺眼都可以提。住进来之前，我让人改好。好，曼丽，你拍照技术好，帮我出片。你们先拍着，我去车里拿2瓶水。如婷，你这运气太好了，隐藏的富二代都让你遇见了。可能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。万一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怎么办？嘘，这事儿以后别再提了。我仔细算了算，这孩子大概率还是泽峰的。这件事儿你千万帮我保密，一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都是闺蜜，还说这个，什么好处不好处的？你能过得好，我也替你开心。我们是天下第一好闺蜜，介绍给你。像泽峰这样的家庭背景，估计他身边也会认识有实力的朋友。等有机会，我让他介绍给你。那我可等着了。刚才我看到房产证上写着房子是李泽峰的名字。如萍，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觉得你可以提一下，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。啊？泽峰不会同意吧？你现在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，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筹码在手，这事儿很简单。而且有钱人家对孩子格外看重，就算李泽峰不同意，没准他爸妈都会同意。总之试一试嘛，万一人家根本就不在意呢？
那我有机会试探一下，除了房产证上加名字，我觉得彩礼也可以提一提。之前才要了38万彩礼，这38万彩礼是不是太寒酸了？好像是有点寒酸了。那你觉得涨到多少合适？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小姐妹，人家嫁的就是富二代，彩礼188万，还外加10根金条呢，说是十全十美。彩礼这东西向来都是根据男方家的条件来定的，从目前来看，要个188万彩礼都不算多。要是连188万彩礼都不愿意给的话，那说明对你完全不重视。从38万一下涨到188万，我担心泽峰不同意。彩礼的事儿又不需要你去提，回头让你父母去谈。那我跟家里商量一下，既然彩礼都涨了，那改口费也应该涨。你跟父母商量商量，看要多少合适。遇见大户人家不容易，该争取的利益一定得争取到位。明天我就给家里打电话。李经理，换车了。是啊，最近不是流行电车吗？换一辆试试。李经理，你这是谈下了1000万级大单吗？尊记 S800可不便宜。哪有什么1000万大单，家里支持而已。原来李经理是富二代呀。我一直觉得富二代不是什么褒义词，所以不想被贴上这样的标签。奈何自己折腾了几年，还不如我妈大手一挥。不装了，摊牌了是吧？不是不装了，我是躺平了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李经理，借你挡一下咸猪手，谢谢了。还不是李总监太迷人，不然那些男人也不会冒着社死的风险下手。迷人吗？我们同事2年，李经理都没请我喝过1杯咖啡。李总监也没请过我呀。行啊，那中午我请客，公司对面西餐，有时间吗？穷逼永远不知道女人能有多主动。当然有时间了，李总监邀约，就算约了客户，我也得推了。我到了，中午见。泽峰，什么情况？竟然和李秋雅搭上了话？什么叫勾搭上了？就是在楼下遇见了而已。不对呀，我看你们聊得挺火热的，不知道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呢。别瞎说，我有女朋友，不过是聊工作上的事罢了。果然，穷逼永远都不知道女人能有多主动。李哥，认识这么久都不知道加人家微信的。这他妈还来个恶人先告状，还不是之前你嫌哥太穷？李哥这么手难得的吗？那可不，咱是正经人。李哥，中午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不好意思，中午有约了。你约我如萍知道吗？李哥，我要跟你聊的就是关于如萍的事，她在场不方便。李哥，要不我去你公司找你吧，占用不了多少时间，半个小时就够了。我们公司对面有一家咖啡厅，你到了告诉我。李哥，我到了。李哥，这里。曼丽，有什么事儿咱就直说吧，我这还有工作呢。没看出来李哥还是个工作狂，不过就你广告公司那份工作赚的钱，恐怕连新合成的物业费都不够吧。一码归一码，既然选择了工作，就要认真对待。也是，不像我那位前任，眼里只有生意，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。李哥你就不一样了，肯定很懂生活吧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李哥知道何志超这个人吗？不知道。他是如萍的前男友。前男友？谁还没有个前任啊？李哥可真大度。那我问李哥一个问题吧，假如你租了一套房子，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曼丽，就别卖关子了呗。跟我一起喝咖啡还没有工作有意思吗？这不是一码事。那我告诉你，最担心的是前任租客还有钥匙，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。所以李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又不是傻子，哪能听不懂他的意思？他是在暗示我，柳如萍和前男友还保持着不正当关系。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我早已知道柳如萍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至于那孩子是谁的，其实我并不关心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太听懂，你指的是哪件事？我现在只希望柳如萍能好好养胎，让我把奖励刷满。曼丽，你是发现你不在的时候前租客回来过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建议你报警，这也太他妈吓人了。李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如萍，她和前男友何志超还有联系。和前男友还有联系，看来还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没关系，我继续努力。这也行？闺蜜果然是用来背刺的。
李哥，我是帮理不帮亲，你对如萍那么好，她却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实在是看不过去。曼丽，谢谢你啊，像你这么有正义感的女孩真是不多了。曼丽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不过知道这个消息，我的心里真的挺堵得慌。我觉得我还是得做点什么。李哥，虽然我和如彤是闺蜜，但这件事儿是她不对，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你尽管说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觉得李哥这样的好人不应该被伤害。可是有点难以启齿。李哥，你放心，今天无论你说了什么，只会有我们两个知道。我想找一下心理平衡。找心理平衡？李哥的意思是也找一个女人？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李哥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。曼丽，你这是……李哥，你的想法没有错，如果不让你的内心通畅，久而久之可能落下病根。所以李哥，你的想法没有任何问题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愿意成为那个帮你通畅内心的人。这不好吧？李哥，你是嫌我不够漂亮吗？还是觉得我身材不够好？怎么会呢？那不就得了。李哥，我就是想帮帮你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李哥，你这种好人不应该被欺负，我来帮你报仇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去星河城吧。好呀。李哥，人家裙子都被你撕坏了，一会儿可怎么出门啊？给你买一条就是了，多大点事儿。李哥，那你现在心里平衡了吗？一点点。曼丽，辛苦你了，回头请你吃大餐。李哥，你也太不懂怜香惜玉了吧？回头去物业露个脸，以后就可以随意出入我们小区了。李哥，那你记得和物业管家打个招呼哦。放心吧，你过去直接报名字就可以了。谢谢李哥。你休息吧，我回去上班了。这人有钱了，腰子是真累啊。如萍，彩礼的事儿商量怎么样？他应该是同意了。应该同意了是什么意思？是他同意了，他父母不同意吗？妈，现在有个意外情况，知道我怀孕之后，他父母立刻给他买了一套房、一辆车，让他好好照顾我。条件好是好事儿啊，条件好到什么程度？资产有1000万吗？他父母给他买的那套房子就价值1000多万了，买的车也有100万。豪宅豪车，二姐你快过来一下，如萍结婚的事儿你帮着参谋参谋。喂，如萍，你二姨也在呢，关于彩礼的事儿，咱们再重新商量一下。如萍，你男朋友家里到底有多少资产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他父母给我男朋友买了一套价值1000多万的房子，又买了一辆100多万的车。房产证看过吗？是贷款还是全款？如迷啊，现在骗子太多了，你可别让人骗了。对，千万不能让人骗了。关于财产方面的东西得看准了。那些我都看过了，房子我也去了，要不是刚装修完不久，现在已经搬进去了。妈，一会儿我把房子的相片和视频发你微信里，你自己看。如萍，那我们的彩礼得加点儿。我也觉得应该加点儿，但不知道加多少合适。88万，图个吉利。88万哪行？秀兰，你没听如鹏说吗？人家一套房子都1000多万，88万对于那种家庭来说，简直就是9牛1毛。要我说，最少也得188万，然后那套婚房加上如鹏的名字，改口费也得赏，至少38万，金子什么的，那就是越多越好。我听说有钱人家都是直接给金条的。会不会太多了点儿？他们家要是不同意怎么办？要彩礼就是谈判的过程，他不同意再谈呗。何况他们家未必不会同意，毕竟柳如萍肚子里还有他们家的孩子呢，而他们那种富豪家庭还在乎这200多万。秀兰，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有了这笔彩礼，你们家的日子以后可就轻松多了。如萍就是命好，这快结婚了，忽然就掉下来一个财神爷。如萍，你就先按照你二姨说的那个数谈吧，如果她不同意的话，我们再商量，这事儿也不是特别着急。好吧，那我知道了。曼丽在哪儿呢？要不要出来喝咖啡？哦，一会儿有约就算了。刚刚我和我妈通过电话了，她也赞同要188万彩礼。你说泽峰会同意吗？应该会吧。如果188万都不肯出，那就是不爱你了。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李泽峰的？如果不是他的，后面可就不好收场了。你再仔细回忆回忆，你跟何志超在一起的时间。真的不太确定。泽峰出差的那几天，我跟何志超见了2次。之后泽峰出差回来，我们也在一起了，孩子就是那一周怀上的。曼丽，
我已经决定不再见何志超了，以后就好好跟泽峰过日子。你以后见不见他和孩子是谁的又没关系。我是说，万一孩子不是李泽峰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我当然不能告诉他，如果告诉他的话，不是什么都没了。曼丽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，千万别和任何人提起。如果孩子真不是李泽峰，他早晚也会知道，终究是麻烦事。那至少以前结了婚再说，何况我觉得他不会怀疑我，后面万一真的知道了，他还真能舍得不要他养大的孩子。而且这只是最坏的情况，我觉得孩子应该是他的。另外，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，我身体稍微恢复了一点，就跟他拼一个二胎，到时候那个二胎一定是他亲生的。这样的话，就算第一个孩子后面发现不是亲生的，他也不会把我们扫地出门吧？行吧，像你这样的蠢女人，根本就不配拥有李哥那样的男人。我要出门了，有机会见面聊。说好的我请客，李经理想吃什么随意点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战斧牛排、丘比虾仁、金枪鱼沙拉，免费的柠檬水来一壶。好的，李先生。这又让李泽峰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女人不是不能主动为你花钱，也不是不能付出，只要你展现出了足够的价值，她们是很愿意下注。发现新任务：小仙女豪门梦半日游，奖励抽奖次数+1。这什么鬼任务？小仙女豪门梦半日游？首先，小仙女在哪儿？这个问题在脑海中浮现的同时，李泽峰看了眼李秋雅，瞬间明了。这位高冷的女神只因为看到他换了一辆车便请他吃饭，她应该也有着一个豪门梦。那么所谓的豪门梦半日游，就是带他体验半天的富豪生活。应该是吧。至于体验，那就是我花钱让他陪同看着，总不能让我给他花钱吧？李经理，上午是去见客户了吗？是啊。客户是女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身上有香水味儿，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，你可以用镜子照一照你的左脸。嗨，干销售不容易，我就差卖身了。那女客户还挺年轻的呢。这都能看得出来。李总监，你应该去当刑警啊。我可没那个本事。她喷的香水是迪奥的花轿甜心，通常年纪大的女人不会喷这款香水。看来李总监对香水很有研究啊。我下个月要参加2个重要的活动，得选2套李总监目光如炬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忙？一会儿陪我去商场转一转。可以。你的豪门梦半日游来啦？李经理，你的预算是多少？我得根据你的预算帮你搭配。预算？这商场里只要你觉得适合我的都可以。我真是穷人思维，他明显不是那种1个月领2、3万生活费的富二代。那我们去爱马仕吧。好。先生，这些衣服一共是27万5千8，您看是带走还是我帮您送到家里？送家里去吧。好的，先生，那您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。星河城。我是瞎吗？公司有这么一个超级富二代，我竟然都不知道。今天实在不好意思，耽误你时间了。你不回单位真的没问题吗？出都出来了，还想那么多干嘛？那晚上我请你吃饭。秋雅，李泽峰，你们2个不上班在这里逛街，是一点都不把公司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啊！被抓包的有些慌，尤其对方在公司的时候总想占他便宜，如今抓住了他的小辫子，保不准要提什么过分的要求。江总，你不是也没上班吗？一旁的李泽峰很是淡定，不仅没解释自己为什么没上班，还反问起来。果然，有钱就有底气。李泽峰，你他妈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江总，你好歹也是公司的副总，能不能别像泼妇一样在这里骂街？另外，我和李总监都已经请假了，逛街也好，约会也好，那是我们的自由。请假逛街？你们对待工作就是这种态度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别干了，公司不养你们这种人。江总，想要开除我们需要给出正当的书面理由，否则就把赔偿给足了。我们还有其他安排，江总请自便。站住！李泽峰，我看你是真不想干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一定让你如愿以偿，明天你就等着办离职手续吧。行啊，我等着。秋雅，今天的事儿我可以当做没看见，想通了你就联系我。我不会接受任何职场潜规则，江总请自重。另外，我不介意把江总之前关心我的微信聊天记录发到公司群里。李总监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次真的连累你了。没事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，除非他真的想社死。这么说，姓江的真的骚扰过你？其实不止他，还有其他男人。女孩子遭遇职场性骚扰的概率真的很大，有时候真的挺让人崩溃的。
你应该在女孩子前面加上一个剩语，漂亮的。所以漂亮是我的错了？只能说在择偶市场上，你的竞争力要远大于同龄的女孩。同一份工作，如果你长得漂亮，也会优先录用。这么说，李经理也喜欢漂亮的？那当然了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哪个男人不喜欢美女啊？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。这就完成了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领创广告100%股份。今天过得很开心，谢谢你带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我还要谢谢李总监陪我逛街呢。明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，我会穿着李总监帮我选的衣服出席。那明天见喽。李总监，等一下，这个送你一个小礼物。他还是个细心的人，这么优秀的人在公司里，我竟然忽略了他，真是该死啊！谢谢礼物，我很喜欢。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就这表现，任何男人看到都得夸上一句。老公，今天又加班了吧？辛苦喽。跟客户吃饭来着。老公，其实也不用那么拼的，钱够花就可以了。老公，人家有点饿了。别闹，早点休息。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用啊！宝宝，你的身体最重要，乖，别折腾了。老公，那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吧。关于彩礼的事儿，我妈白天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二姨家的表姐也正要结婚呢，彩礼要了188万。老公，你们家的经济条件一定比我表姐男朋友家要好，所以我妈的意思是，彩礼能不能也和我表姐一样？老公，你总不能让我输给别人吧？老公，人家有点饿。别闹，早点休息。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用啊！宝宝，你的身体最重要，乖，别折腾了。老公，那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吧。关于彩礼的事儿，我妈白天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二姨家的表姐也正要结婚呢，彩礼要了188万。老公，你们家的经济条件一定比我表姐男朋友家要好，所以我妈的意思是，彩礼能不能也和我表姐一样？老公，你总不能让我输给别人吧？我宝宝就不是钱能衡量的，不过这事儿我还得跟家里商量。宝宝，你也知道的，之前不是说了吗？这周末我就回家跟他们商量。老公，你真是太宠我了，爱你哦。老王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们部门的李泽峰旷工去逛街，被我遇见了，还口出狂言，说什么我没权利辞退他。我想问问，你是默认市场部的员工可以旷工吗？江总，你说的是昨天下午吧？李泽峰跟我请假了，应该不存在旷工的问题。不过他要是对江总不礼貌的话，我一会儿一定严厉批评他。这就不是批评的事儿，必须走。老王，你不用替他遮，我跟你说，姓李的必须走。这小子太狂妄了，简直不把我这个领导放在眼里。江总，您先坐，喝口茶。小李那人平时做事儿还挺稳妥的，业绩也不错。江总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回头我让小李给你道个歉，或者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尽量协商解决嘛。道歉就不用了，老王我就明着跟你说了，李泽峰这小子必须滚蛋。一会儿我会去找财务，让他们把李泽峰这些年的报销单全部调出来，逐一核对。人事那边我也会打招呼，你看着办。江总，那我一会儿找谈谈吧，争取让他主动提离职。行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小李，你得罪江凯了？是有点矛盾。你那是有点矛盾吗？到底出了事儿了？他是铁了心要把你赶出公司。把我赶出公司？师傅，你想不想当公司的副总，顶替江凯的位置？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胡话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详细跟我说说。如果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，我去黄总那边求求情，让他出面调解一下。师傅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到底想不想当副总？谁不想当副总啊？那是你小子说当就能当上的吗？你要真能让我当上副总，那我这总监的位置就给你。你小子现在招惹的可是公司副总江凯，他这人出了名的记仇。赶紧说正事儿，到底怎么了？师傅，你那总监的位置我就不要了，把你办公室收拾收拾，准备换办公室吧。你小子，我这就挂了。通知他到会议室开会。
王，什么情况？公司出什么大事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就通知开会。李泽峰，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今天是我们领创广告的高层会议，周秘书把人赶出去。黄总，那人是市场部的一个销售，一点没规矩，平时就经常旷班。今天的会他根本没资格参加。周秘书，把李泽峰赶出去啊！这次会议是他这种级别能参加的吗？江副总，要不这会议你来主持？今天召集大家只说一件事，我和几名股东已经把领创广告卖了，我也将卸任领创广告总裁的职务。公司卖了？怎么之前也太突然了吧？意思是我们都要失业了？竟然拿这种事开玩笑，来公司真的要变天了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新任总裁李泽峰先生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新任总裁李泽峰先生。好家伙，这小子刚才说让我当副总，原来不是开玩笑。嘿嘿，我要升职了。在座的各位有不少人都认识我，也有不少人在工作中与我有过交集。感谢大家对我以前工作的支持和关照，希望大家以后也能一如既往地配合我的工作。接下来宣布2个人人事任命，免去江凯公司副总裁的职务，调任市场部销售岗位。即日起，由市场部总监王江出任集团副总席，接替江凯的位置。今天我就是跟大家见个面，先这样吧，回到各自岗位上继续工作。丁，发现新任务，拯救落水少女，奖励抽奖次数+1。美女，有啥想不开的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。你年纪轻轻的，父母应该都健在吧？你要是没了，让他们怎么活？我刚生完孩子2个月，从孕期开始，我老公就一直在出轨，先是跟他的前任，后来又跟他店里的女同事，他还冷暴力我，攻破重男轻女，觉得我生的是女儿就阴阳怪气的。其实我女朋友也出轨了，跟她的前任，她还以为我不知道呢。这么巧的吗？那你女朋友的前任条件比你更好吗？说是开酒店的，好像还不错吧。开酒店的，你女朋友的前任不会叫何志超吧？你不会是何志超的老婆吧？我就是何志超的老婆。你女朋友叫柳如萍？嗯。我叫陶倩倩，谢谢你救我。不客气。对了，我叫李泽峰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。你想过报复吗？报复谁？你女朋友啊，还有何志超。怎么报复？最近我想的都是稳住柳如萍，完成任务，刷奖励。何志超做的事，你也可以做，这样就公平了，不是吗？你先上车，换套衣服再说。好。这是你的车？先上车吧。你还住星河城？那女人脑子有病吧？有你这样的男朋友还跟何志超打说句什么？你不爱听的，大多数女人都是你缺什么，她要什么。对有钱的人，他会说我不要钱，只要你多陪陪我。去洗个澡吧，顺便把衣服洗了烘干。一起去吧。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怕我老公误会。老公都叫上了，你的意思是和我断了呗？对，别再联系了。柳如萍，你装什么清纯啊？滚吧你，傻叉！大哥，人家想好好过日子也有情可原，没准这2天大姨妈闹情绪呢，过2天还会乖乖出来。有1回就有2回，有2回就有3回。你给我等着！
超哥，消消气儿，一个女人而已。超哥，今晚回家吗？还是去洗脚？回什么家？必须去洗脚啊！我跟你们说，那儿的姑娘，哎呦，超哥就是有魅力，带我呗。超哥，那必须安排上啊！超哥，你不回家，嫂子那边没事吗？我的事儿用得着他管？我何志超的家，什么时候轮到他做主了？哇，超哥的家庭地位，那当然不用说。小峰，你都多余问这么一句，超哥这家庭地位，真是羡慕死了。李哥，我这儿还有进一步的计划，你想听听吗？说来听听呗。何志超有个妹妹，还在读大学，是个颜控。我觉得以你的颜值，肯定是他喜欢的。这就是你的进一步计划？何志超的妹妹长得还挺好看。也不是不能考虑。我出门的时候没拿手机，一会儿回去把她的微信号和手机号都发给你。对了，你先把你的手机号写给我。车里有卡片，一会儿给你一张。李哥，能求你一件事吗？咱们这关系，有话就直说。我想出去工作，你能帮我找一份工作吗？你什么学历？有工作经验吗？我是京海师范学院毕业，结婚之前在一家公司做文明工作。我不需要多高的工资，只是不想在家里消耗自己。等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也可以提出离婚了。这不巧了吗？我正在招秘书呢。这样吧，你给我当秘书怎么样？好啊，什么时候可以上岗？明天就可以上岗。我名片上有公司地址，你直接去人事部报到就行。好，那我明天就去上班。大晚上的去哪儿啦？跳江。跳江？那你怎么没死嘞？哼！你最好不是出去的野男人。你还是管好你儿子吧，别染上病了。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孩子那么小，几个小时不张家，回头我就告诉志超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现金288万。牛逼牛逼！老公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呀？升职了，以后工作会比较忙。哇，老公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，凭借自己也能在公司闯出一片天。是升任部门经理了吗？不是。不会是直接升任市场部总监了吧？老公你也太牛了！也不是市场部总监。那是什么职务？什么？老公，你们家把公司买下来了？我也不想以这样一种方式升职，但钱都花了，我只能好好干了。所以以后的工作只会更忙了。这2天我会找个保姆照顾你的饮食。自己只要坐稳总裁夫人这个位置，等着我的那真是荣华富贵了。老公，你好好经营公司，家里的事都交给我就行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老公，我正有件事想跟你说呢。我妹马上就上大4了，他们学校规定大4是不用上课的，要找实习单位实习。老公，既然你都是公司总裁了，安排一个实习生没问题吧？如果不方便的话也没什么，让他自己找吧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让他来吧，随时可以去公司报到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爱你哦，老公。老公，我有点饿了。大半夜的老想吃好东西，别闹，早点休息。你肚子里的宝宝也想休息了。这惊喜一个接着一个，先是豪车豪宅，现在自己又成总裁夫人了，这怎么可能睡得着啊？恭喜宿主抽中青城花园3组诗一套，竟然又给了一套房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刚好可以把柳如萍安置在那里，睡醒就是一套房，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跟何志超的这段婚姻让我认清了一个现实，靠人不如靠己，尤其是男人根本靠不住。以后自己赚钱自己花，活成电视剧里大女。一大早你这要干什么去？我去上班。上班？上什么班？家里的活都干完了吗？衣服叠了吗？饭做了吗？你就想着往外跑，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？我去上班是不想跟社会脱节，我自己有手有脚可以赚钱。志超回来了吗？张姐，何先生昨晚没回来，整天不着家，
一点都没有当爹的样子。妈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整天不回家，想干什么？一天就知道鬼混。你老婆去上班了，你知道吗？上班？她去哪儿上班啊？不知道，刚出门。想上就上吧，孩子又不是没人管。妈，我这边还有事儿，回去再说吧。造孽啊！就生出这么一个混蛋玩意儿。李总，这么巧，吃早餐了吗？我这里有。谢谢，我吃过了。那就喝个牛奶。谢了，李总监，如果对公司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可以提出来。我已经对李秋雅有些祛魅了，什么高冷啊，都是装的。几十万砸出去，她比谁都主动。李总，我来报道了。李总，这位是总裁办新来的日常秘书。你好，陶倩倩。你好，李秋亚。李总，这位李总监对我好像有敌意呢。怎么可能？你第一天来公司。他的目标可能是总裁夫人，野心不小哦。李总好。李总好。李总好。孙总监，这位是总裁办新来的陶秘书，你帮着办一下入职手续。陶秘书，您跟我来。小李，给陶秘书煮杯咖啡。李总，这些文件都是需要你签字的。小圈啊，没人的时候喊师傅就行，我都习惯了。李总，我的工位在哪儿啊？我办公室旁边不就是总裁办吗？里面的空位你随便找一个就行。好的，李总。给我来一杯冰美式。有点苦，能不能加点奶？李总，咱们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是你说要冰美式的。昨晚实施报复计划的时候，对方就跟小婴儿似的，喝得不亦乐乎。陶秘书，你的命都是我救的。你好，我是陶倩倩，新来的日常秘书。你好，我是王媛媛，李总的文书秘书。我知道你，王小圈嘛，李总跟我说了。李总真是的，绰号也跟别人说。玩什么游戏呢？有机会可以一起啊。倩倩姐，你身材也太好了吧，估计男人都喜欢你这款。我都结婚生娃了，喜欢也没用。啊，你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？就是因为年轻不懂事，才早早就生娃的。有个快递已经到了楼下。这个快递大概率是今早抽中那套房子的相关手续。下楼把我的快递取上来。好。这个小区的建造年代要比新河城早几年，是那种中规规中矩的老式装修风格。他妹妹住过来也有空余的房间，在不撕破脸之前，这套房子就先让姐妹俩住着。只不过结婚是大事，得跟我父母商量。和父母商量是应该的，那有些细节就避免不了，比如彩礼。阿姨，我知道，彩礼如萍跟我说过，我没意见的。不过具体数额还是要跟我父母商量后。小李啊，如萍应该说错了，188万不是彩礼，是改口费。改口费188万，那彩礼呢？我就知道王秀兰这老太婆会出幺蛾子，但还是低估了对方。改口费就要188万，这是要疯啊！如萍，这房子真值1000多万吗？当然了，太贵了。这可真是开眼了。我闺女命可真好，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我要是能在这房子里住几天，死都瞑目了。妈，说什么呢？等我和泽峰结完婚，生了孩子，你想来住多久都行。他工作忙，你来还能帮我照看孩子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可就等着享福了。梦萍，你得跟你姐学习，以后找男朋友必须找个有钱的。我倒是想找个有钱的男朋友，问题是有钱的男朋友哪儿那么好找啊？大学里倒是有追我的男生，但跟姐夫就没法比。梦萍还小呢，也不用太着急。对了，如萍，你在电话里说你男朋友家里花了几个亿给他买了一家公司，应该是真的。不是要安排梦萍去他公司实习吗？如果是假的，很快就会穿帮。如萍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彩礼可不能要188万了，得涨价。还要涨价？那要多少啊？这个数500万。对，就要500万。他们家都能出几个亿买公司，
娶个媳妇儿花500万又算得了什么？妈，500万有点太多了吧？我身边都没有人要过这么高的彩礼，泽峰要是不同意怎么办？你肚子里可是怀他的孩子呢，这就是咱们最大的筹码。他要是不给彩礼，你就威胁他把孩子拿掉，才500万而已，对于他们家来说根本就不叫事儿。妈，要不加100万算了，288万已经非常多了。拿孩子要挟泽峰，我怕他生气，万一他真不要孩子和我了怎么办？彩礼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来谈，不然你以为我这次来是做什么的？你放心吧，妈有分寸的。反正你肚子里有孩子呢，又不可能撕破脸。总之，恶人都由我来做。妈能不知道吗？彩礼是彩礼，但我闺女的幸福最重要。姐，你就听妈的吧。姐夫家几个亿的公司都买了，这房子都要1000多万，难道你这个老婆还不如房子重要？妈，那你一定得好好说，态度好一点。放心吧。是泽峰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不是说梦萍今天来吗？我忘了跟你说，让公司的司机过去接一下就行。我已经接到梦萍了。对了，我妈也来了，我正带他们在新河城看新房呢。阿姨也来了，怎么不早告诉我，我好去车站迎接啊？这不是太失礼了？我妈是临时陪梦萍过来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们在新河城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泽峰这孩子还是很懂事的，知道尊重老人。姐姐人挺好的，上次我来的时候还带我玩来着。泽峰的公司距离新河城很近，几分钟就到，我们下楼等吧。阿姨，要知道您来，我一定去车站接您。下次有这种事儿，千万告诉我一声。知道你工作忙，不想让你麻烦。梦萍，又漂亮了。姐夫，你也比之前帅了，而且帅很多哦。老公，出租房那边住不下吧？要不让梦萍和妈住新河城算了。这房子刚装修完没多久，怎么能让阿姨和梦萍在这里吸甲醛呢？都是自家人，没什么的。阿姨，那倒是也不用，我妈她又给我买了一套房过渡，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。老公，你是说咱们又有一套新房？嗯。青城小区，那也挺贵的。小李，这套过渡的房子是多大的？130多平，3室2卫的房子。那足够住了，已经很大了。如萍，过渡期就先住这里了，一会儿我找搬家公司把出租屋里的衣服什么的搬过来。那我先回去打包。找什么搬家公司啊？还要花钱？这不是有我和梦萍的吗？不多。那就我们自己搬，不花冤枉钱。那行吧，不过一会儿我还要去见一个重要客户，提前约好的，推不掉。小李，你忙你的，这点事儿交给我们就行。不过晚上得回来吃饭，怎么说也是搬新家，得在家里开火。好嘞，一定回来。我随时都可以，只不过结婚是大事，得跟我父母商量。和父母商量是应该的，那有些细节就避免不了，比如彩礼。阿姨，我知道，彩礼如萍跟我说过，我没意见的。不过具体数额还是要跟我父母商量后。小李啊，如萍应该说错了，188万不是彩礼，是改口费。改口费188万，那彩礼呢？我就知道王秀兰这老太婆会出幺蛾子，但还是低估了对方。改口费就要188万，这是要疯啊！彩礼给个666万吧，图个吉利。所以你觉得666万彩礼多吗？不多，一点都不多。如萍是无价的，不能用钱来衡量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同意啊，我当然同意了。像如彤这么优秀的女孩，666万彩礼一点都不高。阿姨，我虽然同意，但最终还得我父母点头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说服他们，何况他们也未必会反对。毕竟666万也不多。前段时间他们出国旅游，顺手在澳洲买了栋别墅，花了600多万澳币，换算成RB都快3000万了。小李，这彩礼的事儿你得尽快跟你父母商量。如萍已经怀孕了，她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了啊。阿姨，
我明天就回老家跟父母商量结婚的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和如萍尽快把婚礼办了。阿姨，娶如萍，我比您更着急。小李，你是有诚意的，阿姨能感受得到。如吴鹏结婚，我也算料却了一桩心事。老公，彩礼是我妈突然要加的，她都没跟我商量。没事，我能理解。何况666万真的不多，反正我父母有钱。对方又不松口，那就得提前跑路了。老公，你真好。刚才都没吃饱，老公，我想吃好东西啊。不能让我宝宝饿着。我什么时候也能住上那种豪宅啊？像姐夫那样的高富帅，能不能给我来一个？我姐的运气可真好，她明明学历颜值都不如我。网上都说姐夫对小姨子有一种别样的占有欲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网上都说姐夫对小姨子有一种别样的占有欲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我想什么呢？那是姐夫啊。你是不知道，小李他父母去国外旅游，顺手就买了一套别墅。这么有钱，那500万彩礼是有点少了。我已经加到666万了，还要了188万改口费。他们家什么态度？不过小李是同意了，不过他说的不算，他和他父母商量商量。只要他们儿子愿意就没问题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李哥，你真打算和如明结婚吗？听说他们家的彩礼又涨了。这不是得寸进尺吗？他家的确想要666万彩礼，我父母未必会给啊。李哥，我再去换一套衣服，等我哦。姐夫，你回来啦？这是追剧呢。小李回来了。小李，跟你父母商量的怎么样？他们同意了吗？同意了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。阿姨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父母觉得666万彩礼太少了，他们说凑个整，给1000万。1000万！小李，彩礼真的给1000万？我父母是这么说的，不过这个钱需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给。你的意思是几个月后再给彩礼？我父母的意思是先完成公司上市，再办婚礼，来个双喜临门。那具体得几个月？如鹏这肚子可等不了啊！我父母说了，实在不行就等如鹏生完孩子再办婚礼。如果是男孩，他们额外再给1000万；如果是女孩，就给500万。这……对了，阿姨，我父母还说了，您结婚搬到新房之后，这套房子就给你和叔叔住了。这房子给我？对了，如萍，我先给你转5万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点什么，花完了我再转。正所谓这笔钱随随便便抽个脚就回来了。小李，既然现在是公司的关键时期，那就等一等。不过说好的1000万不会变吧？阿姨，你放心，我父母都是讲诚信的人。小李，我当然相信你父母了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对了，小李，孟年的工作你安排好了吗？我之前跟如婷说了，孟年想干什么随便挑。孟年，你想做什么类型的工作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那种坐办公室的吧，比较清闲的。那就去我们公司的媒介部吧，那个部门女孩子多一点，工作也轻松。好呀，我听姐夫的。好，明天我带你过去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身体强化液1瓶，每瓶身体强化液可将身体素质提升10。牛逼，还得是挂爹啊！等到公司和陶秘书试一试，身体是不是真的强？小李，如萍都怀孕6个月了，总不能这么没名没分的跟着你。对呀，就算你父母现在回不来，那彩礼是不是可以先给一部分？哪怕先给500万呢，把婚事定下来。孟平，你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公司站稳脚，还是想舒舒服服的混日子？我当然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了。好，那我们的关系你不要跟别人说，不然会被区别对待的。我懂。那我把你放到路边，你自己坐电梯上楼，然后去人事部报到。等他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再把2人关系透露出去。那时所有人对柳梦婷的态度一定会360度大逆转，他才能真正的体会到我这个总裁姐夫是多么牛逼。到那时，这小丫头还不被迷得。
我便可轻松地拿捏对方，试一试姐妹俩到底谁更优秀。结果和系统说的一样，排除被检测男子为胎儿的生物学父亲。看到结果，我内心没有任何波澜。我把这份检测结果锁到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，依旧装作若无其事的上下班。小李，你们家的收购完成了吗？你看如萍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也该把订婚的事儿提上日程了，不然这不是让人笑话吗？阿姨，我父母为了谈收购的事飞去了澳洲，比预期的要麻烦。这段时间他们都在澳洲，这事儿得等他们回来再说。没办法，我家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，她不点头，我一分钱拿不出来。小李，那你父母什么时候回国？快的话10天半个月，慢的话1、2个月也有可能。昨天我给我妈打过电话，也说了我和如萍的婚事，她和我爸觉得愧疚，说要补偿如萍，等他们谈判结束会亲自来京海，彩礼再加1辆迈巴赫。迈巴赫？姐夫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1辆迈巴赫而已。爸，那过2月迈巴赫能不能给我开？爸，既然姐夫的父母在国外，那就再等等呗。反正以我姐现在情况，也不可能办他婚礼，又不着急。小李，如萍都怀孕6个月了，总不能这么没名没分的跟着你。对呀，就算你父母现在回不来，那彩礼是不是可以先给一部分？哪怕先给500万呢，把婚事定下来。再唧唧歪歪的，老子直接跑路了。你也这么想的吗？小李，如彤都怀孕6个月了，我们先要一部分彩礼也不过分。可不是，捧在掌心长大的，能够有我过分吗？叔叔阿姨，你们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得好算一算账了。如萍怀孕之间的所有开销都是我在承担，钱也不少她的，17、8万了，难道这些都不算付出吗？现在我父母人在国外，正是收购公司的关键时刻，又没说不给彩礼，你们就这样穷追不舍，什么意思？如萍怀孕6个月了，婚事不能再拖了，你和你父母商量一下，500万不行的话，就先给300万，剩下的彩礼之后再补。都说了我父母在国外，彩礼的事我自己做不了主，我家情况已经跟你们说了，接受不了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什么叫你也没办法？这婚你还想不想结了？你的意思是现在不给彩礼，这婚就结不了是吗？对，不给彩礼，我马上就把如萍带走。你要真想娶我姐，现在就拿300万出来证明诚意，这点钱都不肯拿，1000万彩礼我们怎么相信？你们要是这种态度，那这彩礼我还真是1分都没有。那就走吧，随便你们。这小子也太狂了，仗着家里有点钱，根本不把我们家当回事儿。如萍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带你回老家。没必要吧？如萍，先跟我们回老家，你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呢，怕什么？过2天他一定会去家里接你的，必须让他一次性带走1000万过去。没错，让他带着1000万去接你。他父母要知道你跟我们回老家了，一定会让他去接你的。姐姐做错事，我就当替她道歉了。这多不好啊！任何谈判都是需要筹码的，但他好像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筹码。何况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，还要画一个问号。如萍，姓李的联系你了吗？没有，一条微信都没发。这小子真是没把你当回事儿，不联系就不联系。哪怕先送来500万，也是个态度。竟然连个电话都没有，行吧，有本事他连孩子都别要。爸妈，他要是打电话来，就直接跟他说，把迈巴赫也开过来。之前他自己说的，彩礼加1辆迈巴赫。哎呀，对了，给孟平打个电话，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。怎么还不接电话？这是干什么去了？我给他打。他应该洗澡呢吧？女人洗澡最麻烦。洗澡应该也能听到电话铃声吧？孟平，你洗澡呢吗？嗯。你那边怎么样？姓李的回去了吗？没有。行了，等你洗完澡给我回个电话。不可能，孟平又没有男朋友。看来姓李的还没打算服软，那就等着，看看能坚持多久。如萍，昨晚也没联系你吗？没有。
妈，要不我还是回去吧，或许主动低头还能挽回。回去？回去个屁呀！你要是回去，彩礼还要不要了？再说了，你昨天刚回来，今天就回去，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如萍，你爸说的对，不能回去。现在就回去的话，不就白回来了吗？如果现在低头了，等你真嫁过去之后，在他们家也不会有家庭地位。姐，你就踏踏实实在家里住着吧，彩礼什么时候送来，什么时候再回去。明轩，今天赶紧回学校上学去。知道了，我都买好车票了。妈，能再给我点生活费吗？钱不够了。这才几号啊，就没钱了？这个月参加了几次活动都是 AA， 我这点生活费哪够花呀？没用的活动少参加。如铁，要不你给明轩转点吧？用多少？1000吧，2000更好。姐，你都是要当总裁夫人的人了，不差这点钱。就1000，不要乱花。明轩，你再坚持坚持，咱们家的穷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等他把彩礼送过来，爸直接给你转几万过去。丁，照顾陌生的孕妇天数+1，抽奖次数+1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技能读心术，注：此技能每天可使用3次，每次时间不超过10分钟。姐夫，我们是不是要迟到了？你今天不用去上班了，我跟人事打个招呼，然后你把自己的行李收拾一下，搬到公司旁边的帝豪公寓。帝豪公寓？那里有几套房子是我的，你直接去就行。以后表现好，就送你一套。真的呀？那我现在就收拾行李。谢谢姐夫。李哥，你回来啦！我煎了牛排，还熬了牛奶蘑菇汤。不错嘛，值得表扬。我最近都在钻研厨艺，一定还有进步的空间。李哥，这是我闺蜜妍妍。李哥好，打扰您了。姓李的今天没联系你吗？没有，一个微信都没发。这小子还挺能沉得住气。如萍怀孕呢，不要在屋里抽烟。忘了。给孟平打个电话，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。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打过了，他说姓李的就是正常上班，也没问他任何关于如萍的事。看来这小子是准备耗下去了，想让我们先服软。行，那就耗着吧，看谁能耗过谁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连自己的种都不要。这时候就看谁有定力了，先晾他1周再说。一个陌生的孕妇而已，她愿意回老家就回老家呗，关我屁事。如萍，要不你给小李打个电话吧？我当初就说不要回来，你们非要让我回来。谁知道姓李的这么狠心，竟然一个电话都不给你打。我看他就是不想出彩礼，想白嫖。人家好好跟你们商量，你们不同意，你去逼着人家要钱，谁会没有点脾气？你还怪上我了？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好。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是家里真的缺钱啊。有钱人都精着呢，他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钱拿到手里才叫钱。你打电话探一探他的口风。他连电话都不接，这小子什么意思？不是想不负责任吧？都说有钱人是丧良心的王八蛋，还真是这样。什么事？泽峰，我都回老家1周了，肚子里的宝宝都能动了，我们的婚事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正在筹钱呢，等筹到了就去接你。这样呀，那还要多久啊？不好说，你走那天我就跟我父母说了你父母的做法，他们很生气，说是彩礼的事不管了，让我自己想办法。那我只能等公司有大额回款入账了。你父母好像非常着急用钱，要不你让他们问问别人呢？姓李的，你这是人话吗？
吗？我看你就是不想出彩礼，想要白嫖我们如萍。没有1000万彩礼，这婚你别想结，如萍肚子里的孩子你也别想要。把女儿明码标价当成商品售卖，你还有理了？1000万彩礼是吧？行，你等着吧，千万别降价。姓李的脑子让驴踢了吧？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话？哪有这样的人？我看他就是不想出彩礼，觉得1000万彩礼太多了。我去找你爸，跟他商量商量，到底要怎么办。老李，我跟你说，等我闺女的彩礼一到账，我立马就辞职，再也不给人站岗了。老柳，等你闺女结婚的时候，可别忘了给我发张请帖，我一定到。放心吧，忘不了你。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那姓李的，他不想给彩礼了，想白嫖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刚我让如萍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开始还说在凑钱，后来直接说不行，让我们问问别人能不能给1000万彩礼。他这不就是想白嫖吗？他这是后悔了。他就是觉得如萍肚子越来越大，给不给彩礼也得嫁给他，所以干脆1分钱都不想出。姓李的这小子可真够狠的，翻脸就不认人。不行，请彩礼降一降吧，现在的确是我们被动了，有钱拿总比没钱拿强。降彩礼？那你说我们折腾这一出干嘛？还不如当初就答应李泽峰。现在倒好，还要主动降彩礼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之前姓李的态度一直那么好，我以为可以轻松拿捏他，谁知道他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而且你不是说了吗？他父母那边都不管了，这时候要是继续跟他们家杠下去，吃亏的总归是我们。那降多少？要个888万也不少了，而且等如萍结婚以后，也不可能不管我们。行吧，那我回去跟如萍说一声，我们主动把彩礼降下去，也算是有诚意了。你大姨在县医院认识人，先她找人看一看肚子里男孩女孩。你先联系姓李的，把降彩礼的事说了，给他个台阶下，看他什么反应。泽峰，我妈那人脾气急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已经知道错了，让我打电话给你道歉。他不是知道错了，他是害怕自己拿不到钱。泽峰，我妈和我爸商量过了，他们决定少要点彩礼，只要888万。只要888万？888万很少吗？你父母一辈子能挣888万，这话说的好像你们做出了多大牺牲一样。泽峰，你要是讲对他能接受的数，我们的宝宝都快7个月了，不能因为这点事儿让他出生的时候没有爸爸吧？让我说个数是吧？那就6.6万，66大顺，多吉利啊！多少？66万吗？不是，6.6万。6.6万？李泽峰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想给彩礼就直说。我没说不给啊，不是给6.6万吗？6万6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之前我妈说你想白嫖，我还在替你说话，没想到你真是这样的人。你们商量商量吧，想好了告诉我。如萍，我跟你大姨已经说好了，一会儿我们就去医院检查，看看你肚子里的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对了，姓李的怎么说？888万彩礼同意了吗？他没同意，他说888万太多了，只愿意给6万6，还让我跟你们商量呢。什么？6万6？他拿我们家当要饭的呢？什么东西？要是就这点彩礼，孩子打掉都不给他生。先去医院看看你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到时候再跟他谈彩礼的事儿。秀兰，彩礼的事儿到底怎么说了？如萍这都快7个月了吧，怎么还不办订婚宴？别提了，别提了，现在姓李的好像又不想出彩礼了，觉得如萍怀孕了就可以轻易拿捏我们。这些有钱人也太能算计了。彩礼的事儿可以慢慢谈嘛，人家那么有钱，怎么着也不可能1分都不给。何况要是如萍肚子里怀的是男孩，那彩礼没准还得涨呢。大姐，人找好了，找的刘主任，你给人家准备一个红包，这个我懂，已经准备了。这果篮底下有点沉。这以后得准备车房彩礼了，告诉孩子爸爸多攒钱吧。谢谢刘主任。秀兰，这下你们家可真要发达了，还是如萍争气。这回我看姓李的怎么说。秀兰，我看这彩礼还得加。你没看电视剧里演的吗？那些富豪家庭生个男孩，奖励都是1个亿。如萍给他们家生个男孩，不要1个亿，要个2、3千万，不过分吧？也不知道姓李的他们家到底有多少资产。如果要2、3千万，会不会太多了？如萍不是说光她男朋友自己管的那个公司就值好几个亿吗？2、3千万怎么会拿不出来？晚上我和长河商量商量。芊芊，之前听你说何志超家里非常想要个男孩是吧？是啊，就因为我生的是女孩，他妈没少给我脸色看。那老太太简直就是封建余孽来着。男孩好啊，我看姓李的这回拿不拿彩礼？如果不拿的话，咱们就把孩子生下来，不给他，看他们家怎么办？那你说彩礼还涨不涨了？是继续要1000万，还是再涨点？涨，必须涨啊！1000万，如萍给他们家生个男孩，难道还不值1000万了？我也想就有2000万了。如萍，你现在给姓李的打电话，看看他什么态度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重男轻女呢？
男孩女孩跟他有毛关系，又不是他的种。何志超他们家这回倒是圆梦了，就是不知道柳如萍上门之后，他们家认不认那个孩子，何志超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一想到这里，我还有点期待呢。好，开免提打。泽峰，我给你发的微信消息看到了吗？我今天去医院做了检查，医生说我肚子里的是男孩。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关于这个孩子，关于我们的婚事还有彩礼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白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彩礼6万6，你跟你父母商量的怎么样了？姓李的，你当我们家是要饭的呢？亏你说得出口，我们如萍肚子里可是怀着你的儿子，你父母的孙子。我告诉你，彩礼2000万，少一分如萍都不嫁。2000万，你们家真不是要饭的，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啊！不嫁是吧？无所谓，那孩子你们就自己养着。李哥，别跟他们家一般见识，我和妍妍给你跳个舞。这个月的生活费，以后每个月都有。谢谢李哥，李哥好帅啊！什么狗东西，还说我们抢劫？如萍肚子里怀的不是他们家的种吗？真是越有钱越抠。如萍肚子里可是男孩，要2000万多吗？估计这事儿他还没跟他父母说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再晾他一段时间，让他们家反省反省。不订婚也没有彩礼，直接生孩子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我说的是最坏的结果。等姓李的跟他父母说了这件事儿，一定会主动联系我们。还有3个月，先等着吧，反正还有3个月才出生呢，看谁能耗得过谁。那就先等几天看看情况。梦萍不是还在他公司吗？正好可以帮我们打探消息。这孩子万一不是李泽峰的，那可就没法收场了。有钱是真爽。任务照顾陌生的孕妇已结束，宿主累计签到195天，恭喜宿主获得完结大奖：1、现金10亿元；2、京海电视台80%股份。姓李的还真沉得住气，这又过去1周了，一个电话都没有。这些有钱人是真抠，这么耗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不行还是服个软吧。不行，1000万太便宜他们家了，至少也得1500万。我倒是想要1500万，总不能真让如萍没名没分的就把孩子生下来吧？我问过律师了，把孩子生下来也可以起诉索要抚养费。姓李的他们家每月的抚养费也少不了。如萍主就是要嫁过去的，还是得尽快缓和关系。我还以为你们只关心彩礼呢。如萍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彩礼只是一方面，你也希望我们家过得好是不是？至于你和李家那边的关系，等拿到彩礼之后，我和你爸一起给他们道个歉，把责任都揽到我们身上。一会儿再给梦萍打个电话吧，问问他姓李的是什么情况。我现在就打。明轩，这一大早的怎么了？妈，我惹祸了，他们要送我去蹲监狱。什么？明轩，出什么事儿了？10几个人一起在外面喝酒，喝完之后太晚了就没回囚舍。早晨的时候，我和在旁边上网的人发生了冲突，结果他报警了，警察把我抓了。现在警察告诉我，对方的验伤轻伤2级，说我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。警察说，如果我能获得对方的谅解，就可以判缓刑。妈，我不想进去蹲监狱啊！你们快来救救我！在哪个派出所呢？我们学校附近的安和路派出所。你等着，我和你妈现在就过去。如萍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，正好回京海。你们双方协商一下赔偿问题，如果能达成一致的话，就签个谅解书。30万1分都不能少。如果行的话，我就给你们出谅解书；不行的话，我马上就走。30万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不就是眼角破点皮吗？讹人是吧？说我讹人是吧？行，那不谈了。张警官，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？是要和解的态度吗？现在的情况是，你儿子把人家儿子打进了医院，伤情鉴定是轻伤2级，拿不到谅解书，你儿子就会判实刑1到3年。所以是出钱还是让你儿子进去，你们自己考虑。爸，我不想进去啊，才30万，给他呗。我们家不是马上就有1000万了吗？你说你发什么火？是明轩把家儿子打了，又不是人家把明轩打了。就算把他儿子打了，也不能一张嘴就要30万啊！这跟讹人有什么区别？不拿钱行，那就让明轩进去。那怎么行？赶紧把人追回来，再好好聊聊。人家回来了，你态度好点，或者干脆别说话，我来谈。大妹子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家3个孩子，家里真是没什么钱。我说了，30万1分都不少。如果讲价的话，就别找我谈了。大妹子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家3个孩子家里真是没什么钱。我就问一句话，30万能不能出？不能的话，我马上走。这行，30万就30万。不过你得给我们1天时间筹钱。好，那明天中午在这里签字。
张警官，我们能带明轩离开吗？可以，不过不能离开京海，随传随到。好的，谢谢警官，我们明天再来签谅解协议书。小崽子，一天就知道给老子惹祸，30万啊！我不吃不喝都得挣10年。姐夫不是有的是钱吗？30万算什么？如萍，你赶快联系一下小李吧，看看能不能先给点彩礼，不然明轩就得进去了。你打吧，我丢不起这人。行，我打就我打。正在通话，看来是在忙。这小李怎么这么忙，电话都不断的？小李不会是把我拉黑了吧？如萍，用你的号码打一下。他没事拉黑你干嘛？估计就是工作忙。怎么回事？明轩，用你电话打。他把我们全家都拉黑了。姓李的什么意思？就算不愿意出2000万彩礼，也没必要这么绝情吧？我来试试。这姓李的还真把我们都拉黑了，他是疯了吧？连如萍肚子里的孩子都不要了？美女，手机能借我打个电话吗？你不是有手机吗？为什么接我的？我的号码被拉黑了，想用你的号码试一试。抱歉，你问问别人吧。李总正在开会，我是他的秘书，有事情跟我说。我是柳如鹏，有急事找他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好的，柳小姐，我这边帮您记录了。李泽峰把我们的号码都拉黑了，别人的电话就能打通。姓李的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想跟我们断绝关系？回青藤花园等他，看看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。爸妈，要是姓李的不肯出钱，我那30万怎么办啊？我不想坐牢啊！我要是进去的话，一辈子就完了。能惹事不能扛事儿，没用的东西！你打他有什么用？事情都发生了。明轩，你放心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妈也会把30万凑齐。妈，还是你好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打车。如萍，你手上还有多少钱？我哪有什么钱啊？卡里一共就8万。怎么就8万？姓李的之前不是每个月都给你转生活费吗？这几个月下来，少说也有20万吧？我又不是把所有钱都存了下来，平常逛街吃饭总是要花钱的。你也太能花了吧，就不知道省着点儿。本来好好的日子，我要不跟你们回老家的话，李泽峰也不会生气，还不是你们闹的。本来500万彩礼已经很多了，要不是你们太贪心，哪至有今天的后果？如萍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你也不想明轩进去吧？别吵了，先找到姓李的再说。如萍为了咱们家已经付出很多了。这机器坏了吗？没有啊，你再试试。你是哪个楼的？7号楼1单元，19楼1门。小伙子，我们是业主，那房子就是我们家的。不对啊，你们说的那个房子前些天卖了，新业主办入住的时候，我刚好在物业。外来人员进入小区需要登记信息，说明理由。什么？房子卖了？这不可能，我们才搬走几天啊！小伙子，你记错了吧？那房子不可能卖的。给我登记一下，我们进去找人。行，那你们填一下来访登记记。妈，你不是说这房子给我当婚房吗？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先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明轩，你爬上去给我们按电梯。啊，这可是19楼。少废话，还不是为了你的破事儿。行，那你们等着吧。密码不是102103吗？你们谁啊？开我们家门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是谁呢？这明明是我们家。你家？你有病吧？这房子是我半个月之前买的，购房合同、发票、房产招有都有，你有什么？赶紧走，再不走我可报警了。大哥，我们没有恶意，之前这的确是我家的房子，不过我和我老公吵架了，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他竟然把房子卖了。你老公姓什么？我老公姓李，叫李泽峰。就算这房子是你老公卖给也没有关系的，现在你们之间的事儿，你应该去找他。大哥，我想看一下房产证，真的过户了吗？你们等一会儿。姓李的到底什么意思？说好房子给我们的，居然直接卖了！别让我再看到这小子！爸妈，看来姓李的是打算跟我们家断绝关系了，那赔人家的30万怎么办啊？不可能，如萍肚子里还怀着她的孩子呢，就算不结婚，抚养费1分也少不了。要抚养费也得等孩子出生之后的，人家明天就要那30万。看好了，这房子已经完成过户，现在跟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如萍，他不是还有一个1000多万的豪宅吗？你带我和梦萍去的那个，走，去那里找他。姓李的把事儿做得这么绝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难道真不想要如萍肚子里的孩子了？爸妈，你们说姓李的卖房子是不是为了凑彩礼？凑个屁彩礼！他要是为了凑彩礼，早就把钱给我们送来了。也可能是卖房子的钱不够嘛。姓李的把我们所有人的电话都拉黑了，这明摆着是要断联。如萍肚子里可是有她孩子的，如果她真这么绝情，就别怪我们把事情闹大。如萍，她的公司在哪儿？你总知道吧？知道。孟平不是还在她的公司上班吗？对了，孟平这丫头怎么看房子的，连房子被卖了都不知道。妈，我上班呢，什么事啊？你请个假，现在就出来，家里出大事了。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明轩把人打了，要赔30万。啊？30万？怎么这么多？行了，到了再说吧，就去那个星河城。姐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青城花园的房子卖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那个房子卖了吗？这都不知道？你现在住哪里呢？我搬去帝豪公寓了，就在公司旁边，上下班比较方便。是姓李的让你搬的？住那里上班的确更方便，环境也挺好的。你什么时候搬过去的？你们回老家的第2天我就搬了。看来姓李的是蓄谋已久，这小子就不想给彩礼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明轩给人打了是事实，赔30万也是真的。本来我们是想找姓李的，让他先预支一部分彩礼，结果他把我们电话都拉黑了。去到青城花园才知道房子也卖了。孟平，你可是在他的公司上班，就没看出什么端倪？我只是公司里的普通员工，很难见到他的。听说最近他好像又收购了一家大公司，都不怎么在领创广告的。之前我问过一次，李泽峰说是收购的公司比较忙。他不是有房子在这里吗？我们进去等他。对，进去等他。那房子200多平呢，要1000多万。他要是不来，我们就住这儿。请问是找人吗？我们是这园区的业主。门禁卡好像过期了，你帮忙开一下门。请问你们是几号楼的业主？门牌号码是多少？5号楼1单元20楼。好的，您贵姓？姓李。稍等，我跟物业确认一下。哪位是李先生？他是。先生，您给您的物业管家打个电话，我这边确认您的身份。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没看见我女儿挺着大肚子吗？这要是因为占酒了有个好歹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抱歉，为了全体业主的安全，我们这里的身份核实流程是严格了一点。我让您的物业管家现在给您打电话，只要您接通一下电话就可以了。先生，物业管家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，您接一下。啊，小李，业主李先生正开会呢，他的秘书说李先生最近都不住星河亭。这收到，业主李先生最近都不住星河城，请你们马上离开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姓李的是我女婿，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。我女儿肚子里还怀着姓李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们物业不要多管闲事。就是，赶紧开门。小李，怎么了？他们不是业主，非要进。姓李的是我女婿，我女儿肚子里还怀着她的孩子，赶紧开门。小李，报警吧，就说有人寻衅滋事。不开门是吧？一群看门狗，你们给老娘等着！哼，自家女儿给人当小三，还好意思找上门？王哥，你咋知道的？你来的时间短，干时间长就知道了。想混进我们小区的人，许多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我要是有钱的话，也在星河城买套房子，那女人根本就断不了。孟平，我们先去你那里吧，再慢慢想办法。啊，妈，我那里是员工宿舍，不方便的。妈，我在附近给你们订个宾馆吧，先住下。行吧，只能这样了。姓李的做事真是够绝的，不出彩礼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想直接断联，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。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让如萍白白给他生个儿子，一毛不拔。这些有钱人真是算计到了骨子里。如萍，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先自己养着，起诉他要抚养费。他不会知道了我跟何志昌的事儿吧？不然态度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？可我跟何志昌早就断联了，他要发现的话，也不可能最近才发现，除非有人告密。不会是曼丽吧？这件事我只跟他说过。如萍那里有8万，还缺22万，这么多钱要去哪里凑啊？妈，我只能出5万。如萍，你说什么呢？如萍，先把钱都拿出来，就你弟重要。姐，求求你了，别让我进去蹲监狱啊！就算我出8万，那也还差22万呢。1天之内去哪儿凑这么多钱？孟平，你也工作几个月了，存了多少钱？妈，就是一个普通实习生，哪能存下什么钱啊？明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只能先把信用卡里的2万块刷出来。那现在就有10万，还缺20万，只能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一借了。都怪姓李的，哪怕给500万彩礼呢，明轩这30万都不叫事儿了。孟平，
你还能联系上姓李的吧？要不你去找他聊聊，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那我试试吧。彩礼可以降，没办法，谁让我们急着用钱呢？你好好跟他商量商量。降也不能低于500万，还500万呢，连20万都解决不了。梦萍不用听你爸的，188万也是可以接受的。我知道了。我看这就是姓李的想要的结果，花最少的钱把如琴娶回家。姐夫，这也是你的房子吗？最近喜欢住这里，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我爸妈还有姐姐已经在京海了，他们说你把他们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是这样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联系。可是我姐姐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难道你连孩子都不要了？你自己看。这是……不会吧？姐姐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不是你的？梦萍，我们认识也不是1天2天了，你觉得我会是那么绝情的人吗？这是我和你姐姐之间的事，本来和你也没什么关系，我不希望你牵扯其中。告诉你真相，只是想告诉你我这么做的原因，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解。姐夫，李哥，称呼就是个代号而已，想喊什么都行，就别改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这句话你应该问柳如萍，因为她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对了，如果你想延续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就做好保密工作。我和柳如萍之间的事，你也不要再参与。我知道。妈，黄金眼的记者给我回消息，说是愿意过来采访，帮我们维权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赶紧让记者来曝光他，让那小子赔钱。我现在就打电话，记者马上就来。有他们的帮助，姓李的绝对不敢再装死。如萍，一会儿记者来了之后，你说的更惨一点，要让观众和网友们都同情你，去谴责姓李的。事情闹大了，会不会不好收场？闹大才好呢。他是大老板，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，闹得越大，对我们越有好处。有舆论压力，他才能妥协。姓李的一定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。不过还是得先问一下梦萍，看看他和姓李的沟通的怎么样。梦萍这丫头干什么呢？怎么还不接电话了？估计是没找到姓李的，不然他一定会主动联系我们。他要是想给彩礼，就不会把我们全拉黑了。记者都在路上了，先接受采访再说。只能先这样了。不过缺那20万还是得先借一下。你给你那边的亲戚打电话借钱，我这边的亲戚我来打，先看看能凑出来多少。王秀芬，哼，我早就说了吧，你们家的那些亲戚就没必要联系，关键时刻一个都用不上。这位便是今天的求助者柳小姐，眼下她怀孕已经有7个多月，结果未婚夫却忽然卖掉婚房断联，并把她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。柳小姐，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希望他能现身，不要再躲躲藏藏，给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一个交代。你们已经断联了多久？大概1周。那最后一次联系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？你们聊了什么？没什么异常的，就是聊了一下彩礼的事。他说给6万6彩礼，让我和父母商量同不同意。那你父母同意了吗？没有。所以是因为彩礼谈不拢才断联的？可能吧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之前我是在老家养胎的，等我再回到京海的时候，已经联系不上他了。婚房也被他卖掉了。婚房是他自己的名字吗？怎么能说卖就卖？婚房是他父母买的，房产证上只有他的名字。那你们领证了吗？没有。也就是说你们的婚事其实没谈拢，然后他就消失了？对。行，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，现在我来联系他试试看。看来他谁的电话都不接。那你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吗？知道，他是领创广告的老板，公司就在3和大厦。他竟然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，那经济条件应该很好吧？你那个未婚夫有家庭吗？或者说他有没有可能是隐瞒了婚史？这个我还真不清楚，应该没有吧。他多大年龄？26岁。才26岁？如果是这个年龄的话，倒是未必有家庭。经济条件很不错。他在新河城还有一套房子。你不是说他把婚房卖了吗？卖的是另外一套，新河城的房子还没卖，不过我也进不去了。他把我的门禁卡挂失了，所以物业只认他是业主，不让我进去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是有家不能回的状态。是的，我现在只能住宾馆。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？由于怀孕的原因，我现在没什么经济来源，目前还不至于没有饭吃，但以后就不好说了。我希望他赶紧站出来，不要再逃避。这2位是柳小姐的父母，他们陪着女儿寻找消失的女婿。
王阿姨你好，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其实之前我很喜欢小李那孩子的，有能力有担当，而且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。可谁知道后面他人失联了，我很惊讶，也很失望。现在只希望他能赶快出现。柳叔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？我就想劈了那小子！什么东西？不敢做不敢当。我们如谷平肚子里的孩子都7个多月了，他竟然跑了！你说这干的事儿吗？柳小姐，我们的节目最快今晚就能播出，如果你们没意见的话，我先把今天的这段采访播出去，他大概率就不会拒绝。记者同志，那你就赶快播吧。对，赶紧播，让他赶紧出来。谢谢你啊，记者同志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对了，如果李先生主动联系你们见面，你们也可以通知我，我可以当面帮你们调解。会的。曼丽，有件事想问你，我跟何志峰的事你没告诉别人吧？怎么可能告诉别人？我们可是好闺蜜啊。可是李泽峰突然失联了，把我们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拉黑了。如果他不是知道了什么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这事儿？他什么时候失联的？怎么都没听你跟我说？我也是今天才发现的。别提了，我弟弟明轩把人打了，现在要赔30万。我们家人才来京海，本想让泽峰出钱把这件事解决，却发现他把我们家人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了，连青城花园的那套房子都卖了。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？明轩给人打了？他不是在上学吗？在网吧跟人发生冲突，一不小心把人打伤了。对了，曼丽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明轩把人打了，要赔30万，现在还有10万的缺口呢。如萍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为了维持名媛的人设，我信用卡都欠了20几万了，哪来的钱借你啊？好吧，我知道你也难。姐，我回公司等了一下午，结果姐夫根本就没回公司。我又问了一下身边的同事，他们说这几天也都没看见他。据说他现在已经把精力放到了新收购的公司上。刚刚就算我接受了黄金眼节目的采访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节目今晚就会播出，到时候不怕他不出来。黄金眼是很有名的那个节目吗？对，就是你知道的那个节目，影响力很大的。这样啊，那蛮好的。姐夫，出大事了！我姐居然找了黄金眼节目组。黄金眼，他还好意思找这种节目？姐夫，节目要是播出了，不会对你造成负面影响吧？你觉得事情曝光以后，是我会受影响，还是你姐会受影响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他这就是自己网暴自己。也是啊。让你去找人，自己倒是跟着失踪了，给你打电话竟然不接。我回单位打听消息，手机一直在静音，刚看见你们打的电话。把你卡里的钱先转过来，正给明轩凑钱呢。哦，好。要我说，就应该让你那个弟弟吃点苦头，赔什么钱啊？让他进去蹲1年。既然你父母管不了他，那就让国家帮忙管。明渊可是我妈和我爸的心头肉，怎么可能让他进去坐牢？不让他去坐牢，那就等着他继续惹祸吧。你父母不是每一次都有能力替他擦屁股的。李先生，我是黄金眼的记者黄霞，我们受到柳如萍小姐的委托，想跟你谈一谈，你看方便吗？方便。明天上午10点，你直接到领创广告，跟前台说找我就可以了。如萍，这节目可真行啊！你看网上全都是支持我们的。妈，还得是我吧？要不是我联系上节目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？这件事儿你做的倒是很对。视频都这么火了，姓李的是不是也该出面了？李先生，我们能开始采访了吗？当然，随时都可以。请问你和柳如萍小姐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前女友。不知道昨天的黄金眼节目你看了没有？柳小姐接受了我们的采访，她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，却遭遇断崖式分手，完全联系不上你。我纠正一件事儿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肚子里孩子的爸爸，你本应承担更多责任，却选择了。我要纠正的是，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。孩子是别人的，那他妈哪个男人会接盘啊？人家跑路不是正常操作，不能替广大女性审判渣男，其实也没什么。作为一名资深记者，他嗅到了爆炸性新闻的味道。相对于正常的剧本，这种反转对观众的冲击更大一些，关注度一定会更高。所以你是因为孩子不是你的才突然断联的？没错，让我帮别人养孩子，我是真的做不到。那你为什么不主动和柳小姐摊牌呢？因为我懒得和那家人多说一句话。他们是做了很过分的事吗？在我刚得知柳如萍怀孕的时候，我是非常高兴的，并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父母，想要快点结婚推进流程。娶老婆嘛，给88万彩礼没问题，何况我的确也有这个经济能力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们不会又涨价了吧？没错，他们应该是知道了我家的经济条件，彩礼涨到了188万，我又答应了。在我看来，彩礼只是一个形式，既然有这个能力，就没必要讨价还价。我以为彩礼闹剧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结果我太天真了，他们家又把彩礼涨到了500万。500万彩礼？这次你没同意吧？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我又同意了。记者同志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的确还不错，所以500万彩礼也出得起。我父母为了他能安心养胎，还一口气买了2套房。彩礼500万2套房，这条件，这蠢女人竟然不知道珍惜，这脑子是让门踢了吧？他们家的操作还没结束呢，1000万，可能是觉得我们家太有钱了吧，又把彩礼涨到了1000万。什么？1000万？我提议晚2个月再支付彩礼，结果柳如明和父母直接回了老家，让我带1000万彩礼去接人，否则就不回来了。就在这个期间，我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。
偷偷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发现她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不是我的。记者同志，那么你来说说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会怎么做？李先生，我能理解你的选择，不过柳小姐委托了我们节目组，希望能和你见面聊一聊，你看要跟她见面吗？你觉得我跟她还有什么聊的吗？好的，我会帮忙转告。李先生，那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柳小姐说吗？还真有一句话想说。什么？还钱。孕期的时候，我每个月都会给她转一笔生活费，这个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，必须还给我。当然，她不想还也没关系，我会走法律程序的。好的。这女人简直蠢到离谱，有一个这么优秀的老公都不知道珍惜。来之前我查过领创广告的情况，这家公司的估值在2亿到3亿之间，而李泽峰本人又年轻帅气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但凡女孩子都会喜欢他这一款。直播2个小时就赚了2万，这要是直播1天的话，岂不是有10几万入账？如萍，你好好直播，我们先去派出所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就算孩子爸爸依旧选择逃避，我也会独自把孩子抚养成。亲子鉴定报告。孩子不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负责？柳小姐，我是黄金眼节目组记者黄霞，想跟你聊几句。柳小姐，我刚刚从领创广告那边过来，李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，他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上面显示他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并没有亲子关系。对于这件事儿，你是否知情？那份亲子鉴定报告真实吗？确定不是伪造的？出具报告的机构是有亲子鉴定资质的，比普通的鉴定机构还要更高一级，应该是真实。当然也不排除是伪造的可能性，但对方没有这么做的理由。柳小姐，我希望你能说实话，孩子到底是不是李先生的？我其实也不能确定，我只是犯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不是吗？而且在得知怀孕了之后，我就没再和前任有任何联系了，一心只想和泽峰好好过日子。至于孩子是不是亲生的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们一起把他抚养成人，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孩子，不是吗？柳小姐，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亲生的并不重要，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非常重要。采访的时候询问了李先生的意见，他不想再跟你见面，所以你委托我们节目组的事只能告一段落了。黄志，我看了你们节目发布预告片，关于李泽峰的采访内容一定会放出来吗？会放出来，我们毕竟是一档新闻类节目，还是要实事求是的。可是这涉及到我的个人隐私啊，节目播出之后对我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所以我希望这件事就是打住，否则我会发起诉讼。柳小姐，昨天的节目你是有授权出镜的，而且你是求助方，我们节目组的操作完全合法合规。至于今晚的节目，你大概率不会出镜。爸妈，出大事了！我姐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不是李泽峰的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别胡说八道！你姐肚子里的孩子如果不是姓李的种，我们就亏大了。新闻都爆出来了，李泽峰手里有亲子鉴定报告，这也是为什么李泽峰把我们家所有人都拉黑了，因为我姐肚子里的孩子跟他没关系。这种情况下，彩礼就更不用想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如婷岂不是不能当网红了？是不是也就没人给她刷礼物了？妈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姐不被骂到退网，都算她心理强大了。剩下那10万可怎么办啊？收不到剩下的10万，他们就不会出谅解书，那我岂不是要进去蹲监狱了？快回宾馆，当面问一问如萍到底怎么回事。如萍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之前我也不确定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这个孩子的确不是他的。如萍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姓李的什么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而且不仅仅是你自己，我们全家都会跟着受益。你妈骂的可太对了，你一个女孩一点都不洁身自好，有男朋友还去外面找男人，找也就算了，还怀了人家的孩子，我们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姐，不是我埋怨你，这事儿你做的真的太过分了。行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都怪我当初抱有侥幸心理，觉得这孩子一定是李泽峰的。不过既然孩子不是李泽峰的，那么我也可以去找孩子的亲生父亲。孩子的亲爹是干什么的？家里条件好吗？他们家是开宾馆的，算是有点钱，但跟那位完全没法比。不过现在也只能去找他了。你可真是糊涂啊！放着一个家里有豪夹公司的大江左不要，去找一个开宾馆的小老板，真是病得不兴。那个开宾馆的小老板有没有家庭？他们家能给彩礼吗？有老婆你还跟人家瞎搞什么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不要脸的女儿？我算知道那1000万彩礼怎么没的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已经发达了。
那至于10万块赔偿都拿不出来？我柳长河没你这个女儿，真丢人！不管那男人有没有家庭，必须找他要补偿和抚养费，赶紧联系他。可能是在玩牌吧，他经常这样。亲子鉴定结果显示，孩子与李泽峰无血缘关系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几个月之前我就接到过一个类似的咨询，简直就是这一期黄金眼节目的翻版。律师干得久了，就差鬼没见过了，真是林子大了什么？你就说那个柳如萍吧，怀着别人的孩子也好意找上门，尤其是对方还是身价家的总裁里，都答应你说我怎么遇不见这样的总裁呢？没准下一秒就遇见了，这种事儿谁说的好呢？要遇见也是你遇见，就我这长相和脾气，遇见了也留不住。顾律师，又见面了。是你？顾律师，你先忙。请坐。是又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？这次不是咨询，是想请顾律师帮我打官司。想请我当你的代理律师是吧？那说一说你的案子吧。就是我几个月前咨询过你的那件事，女朋友。现在我们已经撕破脸了，我要追回她怀孕期间的所有开销。啊？你不会就是黄金眼节目里的李先生吧？嗯，是我。这也太巧了吧？巧吗？我们几个月前就见过了。是啊，不对，你几个月前就咨询过类似的问题，可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分手，而是要等到现在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很早就知道，想给他一点教训。好吧，李先生，那在整个怀孕期间你花了多少钱呢？现金转账差不多有20万，还有一笔雇保姆的费用，差不多4万块。另外，我是不是还可以申请一笔精神损失？可以的，不过精神损失费通常判不了多少钱。能判下来多少并不重要，但是向法院起诉时，金额一定要大。这个没问题。对了，你真是领创广告的老板吗？当然如假包换，不过我的身份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那我需要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了。坐在你面前的是京海广播电视集团董事长，青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，风华传媒董事长，领创广告总经理。李先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李先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刚刚你说的那些头衔都是真实存在的？你觉得我像开玩笑吗？恕我直言，如果您那么多大型企业，应该有自己专属的法务团队吧？我拥有的好几家公司的确都有法务部，但他们是为公司服务的。我现在需要一个私人的法律顾问，不知道顾律师感不感兴趣？啊，这年薪200万。李先生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我可当真了。顾律师可以拟一份劳务合同，我们现在就能签。第一次见到顾律师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欣赏，只不过那时候的时机还不成熟。承蒙李总抬爱，不过我这边有2个条件。顾律师有任何条件尽管说。第一个条件，我只卖艺不卖身，这是我们能合作的前提。没问题。顾律师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找个法律顾问而已。第2个条件，空余时间我可以直播，收益归我自己所有。这个也没问题，直播是顾律师的自由，只要我这边没有工作，你随意。好，那我拟一份合同。李总，很高兴跟您合作。合作愉快。关于我和柳如萍的这个案子，胜算有多少？99%。也就是说，还有1%失败的可能性。那1%不是失败的可能性，是我向来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满，在我这里从来没有100%的胜率，只有99%。懂了，剩下那1%是顾律师的谦虚。李总，我需要坐班吗？还是说每天跟着你的行程？不用坐班，跟着我的行程来吧。需要顾律师出面的时候，我会提前跟你联系。如果你需要固定办公室的话，我刚刚说的那些公司，你可以随意选择，哪一家都可以。那就在京海广播电视集团吧，距离我家非常近。不就是一个轻伤吗？20万还不行，怎么就这么贪呢？你们家是没见过钱吗？指望着孩子挨打发家致富呢是吧？30万都能买你命了。张警官，他们家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我不同意和解。已收的20万现在就返还，这个案子你们往下走法律程序吧。吓唬谁呢？20万不要，你1分钱都没有。银行卡号，这是我的银行卡，我倒要看看转不钱。张警官，请尽快走流程，否则我会拨打12389。说好的赔偿金额，你们竟然反悔了。现在被害人家属不出谅解书，你们儿子就等着拘留吧。爸妈，我不想被拘留啊！说好的30万就给他们30万呗。妈，你再借点钱吧，我真不想离远去啊！我今年才19岁。张警官，能不能再给对方打个电话，我们再筹一凑钱？
你说你们这家人反反复复的，我真是懒得再劝了。张先生，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，你就再帮忙打个电话吧。行吧，这可是最后一次协调了。现在人家不想再协商了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们2天时间，你们自己去和被害人家属联系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我这边就走流程了。张先生，你再给他打电话说说呗，我们马上就去筹。人家正在气头上，我刚刚碰了一鼻子灰，你们自己联系吧。妈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真的要进去坐牢吗？听说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我不想进去。哭什么哭？自己惹的祸自己扛。明轩，你放心，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你进去。妈，我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宾馆小老板的吗？咱们还是问他要钱吧。怎么说也是个小老板，10万块还是能拿得出来吧？等回宾馆再说。这些男人都是王八蛋，何志超那家伙竟然不接我电话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我现在都是豪门阔太了，至于沦落到今天这种下场吗？他不接电话没关系，反正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，等生下来可以起诉他，让他支付抚养费以及还原之间的各种费用。是啊，那我得找个律师好好咨询一下。对嘛？是哦，我看小红桃上有很多二回嫁的很好的帖子，可不是嘛？咱们的颜值身材摆在这里，不信你随便发个露脸的视频，就说自己单身，绝对一群男人给你发私信。可是最近好多人就好了，互联网根本就没有记忆，何况你美颜之后没人能认得出来。曼丽，你真好，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一起约个饭？最近就算了，你避一避风头再说，等过段我请你。好吧。如萍，我们刚从派出所回来，明轩这次真要进去了，20万赔偿金，那家人死活不同意，还把钱退了回来。张先生说了，就给我们2天时间，如果还是不能达成和解，就走流程了，明轩直接就会被拘留。如萍，你还是联系那个开宾馆的小老板吧，看看能不能要点出来救你弟弟要紧。我再试试吧。不过之前打电话他都没接。我是志超的母亲，找他什么事儿？阿姨和志超呢？我有事儿和他商量。志超在医院里，现在处于昏迷状态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。啊，他怎么了？有事你就说吧，如果是钱债的话，跟我没关系。阿姨，我不是催债的，是何志超的朋友，他在哪家医院？我去看看他。仁心医院重症监护室。这什么运气啊！那小子怎么还进重症监护室了？你懂什么？如萍做得对，如果那小子真死了，如萍肚子里的孩子对他们家就太重要了。好像没有，这就对了。他要是没孩子的话，你肚子里就是他们家唯一的希望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走，去医院看看。叔叔阿姨，何志超这是怎么了？志超迷上了，输了大几百万，昨天早上从宾馆楼上跳了下去，落在了一辆汽车上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。放着好好的日子，不过非要去。大妹子，既然事情都发生了，还是得向前看。医生怎么说的？志超还能不能醒过来？不好说，可能会醒过来，也可能醒不过来。志超不是结婚了吗？他老婆呢？早就离了几个月了。志超去也是因为离婚了，心情不好。阿姨，其实我是何志超的前女友，他和陶思思结婚之前一直在跟我谈恋爱。前女友？按照时间推算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至少也是1年之前了。现在找志超干什么？阿姨，不瞒你说，虽然志超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。什么？你确定肚子里的孩子是志超的？确实，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做亲子鉴定。好，做鉴定，马上做。泽峰，我看了一个叫黄金眼的节目，里面那个李先生特别像你，也是领创广告的人，可人家是总裁。妈，那就是我。不过打了马赛克你都能认出来，还真是你啊。泽峰，你什么时候成领创广告的总裁了？工作表现好呗，被股东们推举上去的。那你在节目里说的都是真的？和女朋友分手是因为她怀了别人的孩子？都是真的。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那姑娘怎么能这样呢？跟你谈恋爱却怀了别人的孩子，还好你发现的早。这要是真结了婚可怎么办？妈，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什么精力谈恋爱，以后再说吧。发现新任务：小仙女之曙光。和小仙女相亲，没说成功或失败，也就是说只要相亲就有奖励。可以。泽峰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如今也算事业有成，就算再忙也得考虑个人。知道了，你把他手机号发给我吧。好，我马上发给你。人家可是电视台的主持人，你好好聊。王思佳，电话里老妈也说了，对方是电视台的主持人，这不就对上了吗？就是这相亲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下属，不对，严格的说应该是下属的下属的下属。为了试一试这任务的成色，我立刻添加了对方的微信。不过等了好一会儿也没通过好友认证。既然相亲就有奖励，也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当即找了几个本地的红娘，
验证方式简单粗暴，有资产500万以上的房产或存款都可以。不好意思，一直在工作。你是王姨介绍的？对，方便见面聊吗？可以，我今天6点下班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就约万象城的星巴克。叫我小雨就行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我很好奇，你怎么这么走出来相亲了？不是还没大学毕业吗？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年轻是最大的优势，而我的目标是25岁之前就要嫁出去。那你有什么硬性要求吗？比如彩礼之类的？我的要求跟聂姐说过，她没告诉你吗？没有。哦，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。我老二是江西鄱阳的，我们那边的彩礼有点高。另外，我有个弟弟正在读高中，他大学大概率会来京海，而我父母身体不太好，所以他读大学的费用最好能由我们来承担。未来他结婚的话，能帮他解决婚房，还有我父母年龄大了，可能也要在街道还来养老，最好能给他们再准备。这小姑娘看着挺正常的，根据她的说法，娶了她就要供养她全家。系统怎么还没反应？难道这不算相亲吗？你提的这些条件我倒是都有能力完成，但问题来，你能给我提供什么价值？我年轻漂亮啊，能给你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，还能给你生孩子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毕业不工作，直接结婚生孩子，3年2胎。多少钱的房子合适？既然是婚房，至少也要120平以上吧。京海的房子均价是2万5，那么一套房子差不多就是300万。能贷款吗？不接受贷款，我不想我弟结婚之后有太大的压力。大家都是一家人嘛，互帮互助，你觉得呢？恭喜宿主完成1次相亲，奖励抽奖次数加1。妹妹，你这条件许愿池的黄爸听了都得摇头，要不你再看看别人吧。我老二是江西鄱阳的，我们那边的彩礼有点高。另外，我有个弟弟正在读高中，他大学大概率会来京海，而我父母身体不太好，所以他读大学的费用最好能由我们来承担。未来他结婚的话，能帮他解决婚房，还有我父母年龄大了，可能也要在街道还来养老，最好能给他们再准备。这小姑娘看着挺正常的，根据她的说法，娶了她就要供养她全家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毕业不工作，直接结婚生孩子，3年2胎。多少钱的房子合适？既然是婚房，至少也要120平以上吧。京海的房子均价是2万5，那么一套房子差不多就是300万。能贷款吗？不接受贷款，我不想我弟结婚之后有太大的压力。大家都是一家人嘛，互帮互助，你觉得呢？恭喜宿主完成1次相亲，奖励抽奖次数加1。妹妹，你这条件许愿池的黄爸听了都得摇头，要不你再看看别人吧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接受不了，不代表别人也接受不了。我能力有限，的确满足不了。不过就像你说的，没准别人能接受呢。妹妹，你年轻漂亮，的确是最大的资本。那还用你说？聂姐也真是的，还说你是有 A8资产的优质相亲对象呢。那咱们就到这儿吧，祝你好运。早知道就不来了，浪费时间。有点明白这次任务的名字为什么叫小轩女之曙光了，原来是来许愿的。不过收获还是有的，聊了20分钟，获得了1次抽奖次数，开始了抽奖。我这几天正琢磨着裁员的事儿，现在好了，系统直接给我开了挂，谁是人才，谁是草垛，一目了然。你好，李先生吗？你好，王小姐是吧？抱歉，刚下班，稍微晚了一点。生活频道的主持人，没关系，我也刚到不久。伯乐之眼扫描结果生成中，目标姓名王思丫，年龄25岁，职业主持人，特长4，语言组织能力优秀，临场应变的优秀。这伯乐之眼过于牛逼了，有了这个技能，以后无论拥有多少家公司，我都能轻松的掌控。听王姨说你是做生意的，不知道是哪方面的生意？哦，广告和传媒。听说你是电台的主持人，主持节目啊？我是京海生活频的主持人，目前主持的节目是百姓直冲戳。我好像真看过。你是喜欢主持新闻类节目吗？台里的安排的，工作这种事儿，很多时候是没得选择的。那如果能选择的话，你想主持什么类型的节目？随便选吧，如果能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，我想尝试下综艺节目。综艺？这跟你的形象好像不太符合啊。你是说短发吧？这因为主持新闻类节目特意留的。是吗？有相片吗？我倒是很好奇你长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我朋友圈里就有。果不其然，1年前她还是长发飘飘的模样，对比如今长发时期的王思佳更妩媚一些，甚至是可以走冷艳性感路线的。长发和短发简直判若两人。你们主持人平时都很反差的吗？反差谈不上吧，虽然主持新闻类节目，但我本身就不是严肃的人。那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你指的未来是工作还是生活？先说说工作吧。实际的目标是有一档真正属于自己的节目，并被更多观众认识，那就圆满了。出来相亲之前，我特意看过王思佳的资料，她是3年前入电视台的，前2干的都是储备主持人工作。储备主持人也可以说是正式主持人的替补。至于所谓的机缘，目前为止还没遇到。不过对于她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来说，结婚也是逆天改命的渠道之一。思佳，这么巧，男朋友吗？不是，普通朋友。我还说呢，也没见你谈恋爱。你好，我是思佳的同事周佩珍。这位自来世姐的能力评级竟然是 S， 根据系统的评价体系，这是最高等级了。而且还多了一个职业与能力错位的提示，也就是说她不适合现在的岗位，当主持人并不能完全发挥她的能力。对了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不会就是自己理解的那种吧？这也能算是一种特长。王司机看似耿直，却也是有自己小心思的。不过我又不是真的来相亲的，我就是刷个奖励而已。而周佩音的出现倒是让我问有了更合适的人选。周小姐，你主持的电视我可是经常看的，你本人可比电视里漂亮多了，当主持人都有些屈才了。当主持人屈才了，那你觉得我干什么合适？当领导呗，怎么着也得管理一个频道吧。像周小姐这样的人才，只主持1台节目，真的是大材小用了。
我倒是想当领导，可问题是领导不让啊。可惜你不是我们领导，不然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升职了？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周小姐的才华一定不会被埋没。李先生是不知道，在我们这种单位，才华不是最重要的，关系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叔叔是我们频道总监，没人惹他，所有资源也是优先给到他的。我们一起主持的生活晚高峰，收视率高是他的功劳。一旦收视率走低或者有什么播出事故，那就是大家一起背锅，跟人家没关系。这真是要什么就来什么。周佩奔竟然开始自爆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相亲，抽奖次数+1。显然2个人的相亲已经被系统认定为有效，刷奖励成功。这次的相亲除了刷到奖励之外，竟然还有周佩珍这个意外收获。如萍，之前我不知道你和志超的关系，要是知道的话，怎么着也得让志超娶你过门。可惜现在志超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是他没有福气。如萍，我是希望你能把孩子生下来的。如果你不想养的话，就由我和志超爸爸来抚养；如果你想抚养的话，我们可以出抚养费。志超妈妈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我们如萍毕竟还没结婚，如果直接生下孩子的话，这后半辈子都可能被孩子拖累。我们做父母的总不能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吧？谁知道志超会是这个样子？所以这个孩子如果要生的话，那必须得给足保障。想要什么保障？有什么条件？尽管说吧。第一，如萍没结过婚，所以这个孩子不能养在身边，生下来之后直接给你们，没问题。第二，如萍还年轻，以后还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孩子的事儿要对外保密，这也没问题。第三，如萍怀孕和生孩子期间的所有费用都由你们家承担，并额外赠予200万营养费。如果是志庄出事之前你们要200万，我都不会还价，一定会答应下来。可现在情况不一样，把他住的房子和我们家的宾馆都抵押了出去，还欠了不少高利贷。这2天我们光帮他还债就还了100多万，手里真的没什么钱了，200万根本拿不出来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吧，毕竟生孩子对身体伤害挺大的，还要承担风险。如萍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别急着走嘛，省养费我们可以商量。200万真的太多了，我们拿不出来，你看60万怎么样？哼，60万，如今这时代60万够干什么的？我们如萍还没结过婚呢，以后结婚光是彩礼都不止60万。大妹子，你们家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！我们已经找医生看过了，如萍肚子里怀的可是男孩。你确定怀的是男孩？当我没来过。100万，我们家最多只能拿出这些了，这还得把经营的宾馆转让出去。谁让我摊上志超这么不争气的儿子呢？要不是他输了大几百万，我们家也不至于100万都拿不出来。都说了200万一分不少，看来你们也不打算要这个孩子。如萍，我们走吧。等，那丫头肚子里可是有我们的孙子，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走了。放心吧，他们走不了，不过是想多要点钱罢了。一家子贪婪的小市民，还想靠着卖孩子。可他们要是真把孩子打掉了怎么办？先晾他们2天再说。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不可能说打掉就打掉。正好再看看志超那边的情况，如果2天后他们不主动联系，我再联系他们。妈，100万不少了，还是赶紧拿到钱吧。人家警察不是说了吗？要是再不能达成和解，我可真要进去蹲监狱了。来之前不是都商量好了，要个180万就行了？人家给100万，你又不干了，别最后鸡飞蛋打，1毛钱都要不到。我觉得可以，孩子马上就8个月了，不可能真的打掉。那就回去吧。100万不可能现在就给你们，我们签个协议，约定好子的归属和双方的职责义务，然后我们先支付50万，等孩子出生之后再付剩下的50万。这是我的银行卡号，钱转到这里就行。妈，这钱转到我卡里吧。转给谁不一样，你这孩子，这个钱只能转到我卡里。你们先商量好这个钱转给谁，然后把银行卡号发给我。孩子是我生的，罪也是我遭的，当然转给我。行吧行吧，转给他。这孩子真是财迷。你们商量好就行。如萍，现在你有钱了，是不是先把从你大姨和二姨那儿借的钱还回去？妈，还是明娟这事儿结束之后再还吧，现在还不知道人家什么态度呢。也是，我现在马上给那人打电话，探一探他。不要总打扰我，否则我会报警。看来还在气头上，还得等一等。等你和对方谈妥条件再转也不迟，反正钱在卡里又飞不了。柳小姐，这里有一份你的快递。我的快递？这是 EMS 的快件，柳小姐你放心收吧，不会有什么套路。如萍，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？应该是一封信。给出去的钱竟然好意思往回要！如萍，咱们不搭理他，我就不信法院还会判你输。对，不给他。就这么点钱也好意思往回要？姐，他一共让你返还多少钱啊？一共28万，还有一个100万的精神损伤费。什么？100万？他疯了吧？
怎么好意思要这么多钱呢？彩礼不给我们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好意思要精神损失费！呸！想得美！如萍，你既然被起诉了，那是不是先把你卡里的钱转给我和你妈，免得万一官司输了强制执行？是啊，如萍，赶紧把钱转到我卡里吧。这怎么回事？钱转不出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定是如萍的银行卡被冻结了。这李泽峰真太……我就说把那个钱转到我的银行卡里，现在倒好，一分钱都转不出来。妈，我怎么办啊？是不是又没钱赔给人家了？行了，赶紧想办法吧。找个律师咨询一下。我之前在网上关注过一个女律师，还挺厉害的，她每天都会直播连线。就是她，顾律师。你好，咨询什么问题？顾律师，我被前男友起诉了，想问问你现在要怎么办？前男友为什么起诉你？诉求是什么？他让我还钱。是恋爱期间的花销吗？差不多吧，我的情况有点复杂，他让我还的钱主要是孕期的花销。孕期？你怀孕了？现在已经快8个月了，因为孩子不是他的。孩子不是他的，也就是说你在恋爱期间……这么说，孩子是你前男友的？现在他是前任了。起诉我还钱的是前任。明白了。现在他让你返还多少钱？28万，外加10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那28万都有转账记录吗？其中19万有转账记录，其余的9万是雇保姆的开销和日常生活开销。也就是说，在你怀孕时之间，你的经济来源就是前男友，对方还雇了个保姆，专职照顾你。是这样的，他条件挺好的，是个超级富二代，自己也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。如果对方是这种条件的话，可能判的精神损失费就比较高了。那我这个案子是一定会败诉吗？败诉是一定的，就看法院判赔多少了。那28万，法院会判我全部返还吗？